大家好，狗狗币的家人们，今天来聊一聊 0.26 会不会是狗狗币的黄金坑？因为对比历史，感觉这个位置狗狗币太神奇了，有可能真的会复制2021年的狗狗币再涨10倍甚至 N 倍。所以我手上的利润还是一样，继续坚定在 HODL， 以及比特币从2年之前 20K 一路买到现在的10万美金。等下也来分享一些基本面，会不会有非常大的利好？国语很烂，感谢点赞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群。另外，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，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，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，而且业界公认客户资产储备是最高的。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，现货合约交易手续费永久返佣 20%。我们先来看一下狗狗币周线的这张图表，为什么这个位置非常的神奇？除了昨天视频跟朋友们提到，狗狗币这一次跌到 0.26 这一个低点的支撑，周线的图表啊，它是长达3年多狗狗币这一个底部，或者是整个底部的颈线，如果你从这两个高点画起来一条向上的颈线，它是略微跌破了这个颈线，那有没有可能这个位置就是非常重要的支撑？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周线另外这张图表，第二个神奇的点，如果我们用对数的这个图表，然后再配合黄金比例对数的比例就是这一次从 0.08 左右的这个低点，你画到这一个大约 0.5 左右的这个高点，我们去点击开来以后，你把这下面的这个对数给它打开，然后只留0跟1以及这个 0.382 的比例。我们可以认真去观察一下这个 0.38 这一次打到这个 0.26 的这个低点，我们这个波浪理论我还是维持目前可能是在大上浪的结构，所以把这个波浪理论给它关掉，可以观察一下周线跌到这个 0.26 的低点是非常接近这个 0.382 的一个支撑区，所以不排除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历史，也就是同样2021年当时这个位置，我们可以从当时的这个低点，然后画到当时这个突破的高点，后面是压回到这个颈线的位置，可以观察一下，同样也是 0.382 左右，这个位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。所以学过技术分析的朋友应该都知道，强势的盘整 0.382 有可能是非常强势的一个盘整的结构。虽然这一次从高点 0.5 左右跌到那个 0.26， 它是回撤了接近 50%， 但是之前的上涨也是涨了接近3倍。所以我们观察2021年当时这种盘整的结构，它同样也是高点回撤了或者是 50%，但是跌得越深，后面有可能洗盘的杠杆基本上被清光以后，后面的狗狗币从这个位置 0.06 再涨到高点是涨到 0.74 它是涨了100倍所以现在的狗狗币，我的观点是不排除这个位置有可能就是非常重要的黄金坑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日线的这张图表，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狗狗币在2024年初的这一波上涨。当时在这个位置有一个盘整区间，后面是把这个箱体给跌破，也是同样复制了一个非常接近的一个箱体，然后在这个位置又盘整了一个区间。所以这一次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，就是前几天有跟大家提到的这个箱体，它跌下去有可能箱体的空间再复制一个箱体的空间，大约就是在这个 0.26。那现在的走势，狗狗币为什么还不涨其实我的观点是，目前有好的迹象，就是这一根下跌，你可以去观察一下，它这个上灯芯价格基本上都已经又回到这个箱体里面，那说明在这个位置卖出的一些筹码可能早就被主力给接走，但是这个位置主力为什么不肯拉升？现在是可能主力还想积累更多的筹码，有没有可能等特朗普正式上任以后，美国的效率部门 DOGE 或者是马斯克正式开始挥刀，有没有可能狗狗币盘整结束，到时候开启爆发式的上涨？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，比特币最近我们可以观察它的成交量最近不涨的原因也是因为量的，但是最近没有量，我们可以跟踪一下链上鲸鱼的数据，他们是不计成本在买入比特币，比如12月22号持有100枚以上比特币鲸鱼钱包的地址，价格虽然在下跌，也是继续买了2500枚。所以一些朋友是问我，比特币这一次跌下来，包括狗狗币跌下来，这个位置还能不能买？我的观点是，你要控制好自己的心态仓位去买，因为大长线来看，比特币你持有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？
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篇报道 ，Bitcoin.com 上面罗伯特清崎的一个报道。基本面我聊不来哦，我们可以看一下下面的一个建议。很多人也是问，现在买比特币太晚了嘛？他的回答是不哦，就是任何时候买比特币都不会晚。而且我们看一下他这边的一个见解哦，他表示我不信任美国政府、美国财政部或者是美联储。他解释说，他的不信任是始于1965年啊，他当时注意到从银币到铜合金的转变，并且在1971年尼克松总统将美元从金本位制度中剥离的时候，是进一步加深。所以富爸爸他是1971年开始存储黄金、白银或者是卢金还有比特币。所以比特币如果有大跌，任何时候都是应该考虑买进的机会，因为我们是在持有一个真正有意义的资产，而不是在持有空气啊。法币就是空气，以及之前也是有跟大家讲过，你去看大陆政府 M2 人民币的货币供应量，2013年的时候，当时整个人民币全部的货币供应量只有99万亿人民币，到2024年的8月份，人民币货币供应量是突破300万亿人民币，这种概率是有多恐怖？所以我们不要持有空气啊。所以我们再回到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，或者是传统的金融，或者是那一些法币，我的观点是不要去信任，它就是一个空气啊。最后感谢大家收看，对我们。